嘿，我的小伙伴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。父母应该是一个人在困难时期可以依靠的人，可以向他们寻求指导的人。不幸的是，许多父母说的情感上有害的话，可能会产生持久的消极的心理影响，这不是一个过时的现象。美国防止虐待儿童项目指出，就在10年前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人数约为55000人。考虑到年轻人没有什么可以与他们的治疗进行比较，他们经常认为这种有毒的行为是正常的，甚至是意料之中的。令人担忧的结论是，他们无法寻求帮助，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帮助，就会受到伤害。在这只毒舌父母会对孩子说的8句扎心的话的后续影片中，我们探索了更多需要注意的事情。如果有小伙伴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有毒的，听过这句话不要往心里去，那么这一次这些侮辱带有强烈的个人针对性，而且来自父母。本系列的第一支影片详细介绍了这些人身攻击，然而还有更多的类型，包括了一些更具伤害性和冒犯性的话。你看起来很糟糕。小伙伴们知道这句话吗？一张只有亲妈才会爱的脸，这意味着父母本该支持你的外表，所以当一个孩子被他们羞辱时，他的不安全感就会飙升。这句话的含义在孩子的脑海中爆发出无限的可能性，并可能在未来导致核心的身体问题。你是个怪胎。这样说传达出的信息是，他们不仅不适合整个世界，而且是不可接受的。这也暗示着作为一个人是有问题的，而且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消极的不正常。你还不成熟。如果这是一些小伙伴在向父母提出要求或参与讨论后，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回应，你在这句话背后读到或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？是厌恶吗？是嘲笑吗？是羞耻吗？这意味着这个孩子错了或有缺陷，就像他们尚未成熟且低人一等一样。没有人有权利因为你的好恶或无害的行为而羞辱你。还有很多家长使用忽视言语的例子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恶意评论，比如我要把你送到寄宿学校去。在电影或电视剧中，有多少次父母或继父母这么说？答案是太多了。可悲的是，艺术来源于生活。是的，有的父母确实会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些话，说他们要把你送走，传达他们不够爱你，不想让你在身边，他们不想教导你或抚养你的意思。等你满18岁了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达到成年年龄最常见的是18岁，确切地说，法律上说标志着成年的开始。所以当父母说这些话时，孩子们会平生内疚感。几乎成年的孩子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个负担。也许如果他们离开，对家庭来说情况会更好。还有一些操纵性的评论也是有害的。操纵被定义为施加精明或不正当的影响，特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一些例子诸如这是你的错。父母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，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一样，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个负担，甚至是一个诅咒。这可能导致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所谓的问题，甚至可能委屈自己以保持被接受。给我放尊重点儿。在人们应当给予尊重的地方，给予尊重确实很重要，然而也有限制。如果父母或长辈有毒，仅仅因为他们年纪大就被命令尊重这种行为，这很令人困惑。这也传递了一个信息，一旦自己到了一定年龄，就可以做出不光彩或不道德的行为，因为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你，只是因为你年纪大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成年人是在赌年轻人会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尊重，而无需理由任由成年人摆布。如果有适当的指导、批判性思维和质疑，可以帮助孩子摆脱这种困境。其他恶意评论则以控制性言语的形式出现，比如照我说的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这忽视了孩子独立的需求和愿望，使他们觉得自己除了顺从父母的意愿之外毫无价值。这就引出了批评，但并非建设性的那种。对技能或能力的过度批评是很常见的，而且是有害的。比如你在运动方面很差劲。我们可以用运动这个词来代替孩子想做的任何爱好或活动，这会让孩子对自己的技能产生自我意识。
进而产生焦虑，进一步降低表现，最终甚至将活动的享受与紧张和恐惧的联系替代，这就引出了10你是最差的学生。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能意识到总有人比我们更好，从父母那里听到暗示我们是最糟糕的人，确实让人感到沮丧。这些言论可能让听者感觉自己的消极想法得到了证实，尤其是在我们尚年幼的时候，我们倾向于相信父母胜过一切，因此被他们认定为最糟糕的，确实会导致低自尊，并让人对自己产生大体上不值得被认可的感觉。父母说的很多有害的话，不仅仅是有毒的空话，他们也是言语虐待，一种被用来维持对他人的权利和控制的行为模式之一。因此，特别重要的是，要知道什么是有毒的。小伙伴们的父母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大家认识的人里有谁的父母经常这样说话吗？如果大家好奇并想了解更多关于有毒家庭的状态，欢迎查看我们与此主题相关的其他影片，链接在下面的描述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